在中国的8大菜系中，川菜是最普及、最接地气、最具有民间烟火气的一种。为啥子啊？因为它是很多菜品，可以说91%的菜品源自民间，是家常菜，适合于东西南那种。但是他们吃的最有名堂，吃的最精彩。好滋味是川菜的灵魂，对食物在味道、口感变化上的追求，造就了川菜调味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秘感。说鱼香肉丝里面没有鱼，没有鱼，但是吃出鱼的味道来。我就说有鱼，它是无中生有，就是味道调到哲学境界。到最后到嘴巴里面就是一个字，哇，好吃。这里将要呈现的是川菜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6道菜品，它们看似平凡，但围绕着它们的各种故事，却是扑朔迷离、精彩纷呈。位于成都龙泉驿的百合镇，是中氏族人的聚居地。清明节是中氏家族祭祀祖灵、供奉灶神的日子。这一天，族人们陆陆续续来到钟家大瓦房的院坝里。钟家大瓦房始建于200多年前的清雍正年间，尽管有些年久失修，但现在依然是中氏族人聚祭祖大典进行的同时，在院坝里，乡厨们也在忙碌着。临时搭建的案板上，各种菜肴也准备完备。通常，这样的宴席被称为“坝坝宴”，由专门的乡厨团队主理。祭祀之后，人们会与先祖共同分享这些食品，其中必然有的一道菜，是3牲中的猪肉，经切片后加入时蔬和佐料回锅炒制，这就是川菜中大名鼎鼎的回锅肉。一个最经典的菜品，它怎么诞生的？湖广填四川来自8个省份的人民到了这儿来之后，每逢初2、15，不免要思乡。思念自己的亲人，于是他们就要逢初2、15就要割一个上好的刀头肉，然后再杀一只大公鸡，要去敬祖先、敬先人，磕头烧香。敬了先人之后，你毕竟那肉死人不能吃啊，还得活人吃，于是把这肉就凉了，煮得半熟的吧，凉了再切片，然后再回锅去炒，一家人吃的美美香香的，于是这就是回锅肉的源头。回锅肉起源于民间的祭祀活动，这是回锅肉起源的一种说法。无论有何种起源和变化，
回锅肉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四川及重庆地区最为普及的家常菜，被称为川菜第一菜。我们给它叫做开宗明义第一菜。开宗明义第一菜都说，凡是在以前处理那个四川菜谱、重庆菜谱，翻开的第一个菜回锅肉。我讲个故事吧。在02年的时候，我们华西都市报举办了一个全川投票，选川菜的第一菜，结果投票结果90%回锅肉。在2010年左右，到美国世界之味美食节参加表演，3个著名的川菜大师，然后还有一个不是厨师出身的大师。当时那个英国的美食作者来调查，他就同样一个问题问他们这4个人：你们都是大师级了，你们能够制造很多很多的美味，受到广泛的点赞，但是你们自己平常最喜欢的是什么菜？4个人都答一个回锅肉。就是后腿第2道肉，那个是最好的，就是说它肥瘦兼达，在切的时候，也只有这个2道肉它能够把瘦肉和肥肉跟它连在一起。很多肉，肥肉和瘦肉切的时候，它会把它分开，所以这个部位它是特别特殊的一个部位，而且呢，肥瘦兼达，它吃起来过后，它也显得就肥而不腻这种东西。2刀肉质紧密，组织略粗，但口感细腻，瘦肉韧而不柴，肥肉糯且异香，又不至于太油腻。但一头猪顶多割出6公斤左右的2刀肉，于是人们就用肉质近似的宝类肉与五花肉代替，以应对日常生活中缺口巨大的需求。不过到今天，随着人们食肉需求的大量增长和与之相应的现代化肉猪集约饲养方式的普及，许多吃客都在抱怨，现在猪肉的香味已大不如从前了。以前我们喂的猪1年以上，猪的皮质很香很糯，现在因为它喂的猪的时间比较短了，而且它肉的香味喂的饲料不一样这肉的香味都缺乏了。去采菜，去找菜市场，我都会去找那种猪呢，就是它一定是10个月以外出栏的。快养的猪和慢养的猪，或者不同品种的猪，在肉质上究竟有何区别呢？重庆市荣昌区出产一种全国著名的地方2种猪，被命名为荣昌猪。1985年被列为国家1级保护品种。好吃的猪肉究竟好在哪里？重庆市畜牧科学院的学者给出了答案。我们说这个猪肉好吃的话，实际上是人的一个感觉。这中国人来讲口味，因为香在是哪个地方就来自于脂肪酸，来自于醛类，来自于一些其他的一些氨基酸。云昌猪的它的好吃在哪个地方？主要是它的高必需氨基酸、高成为氨基酸和那个高肌肉脂肪。它的云昌猪的纯种猪，它肌肉脂肪达到4点几，它杂养猪的它的肌肉脂肪含量的话，它能达到那个2.73左右。好，你对比外种猪的话，
外头肉的它的肌肉脂肪大概只有1%左右，所以说我们的肌肉脂肪含量是它几倍。肌内脂肪的外观呈现被称为大理石纹，肌内脂肪含量高，大理石纹就比较明显。在川渝民间，也有一种衡量猪肉肉质的标准，那就是在炒制回锅肉时，能否炒出传说中回锅肉的著名标志灯盏窝。对不明就里的人来说，回锅肉的灯盏窝具有神秘色彩，其实它只是对回锅肉成菜形态的一种形容。掌握好火候，炒制肉片吐油打卷，肉片周边受热就会翘起，使中间部分下凹，状若就是人家使用的灯盏，就是灯盏窝了。起了灯盏窝的回锅肉，外形诱人，小口香糯，被食客视为正宗。从程序上说，当灯盏窝被熬出来之后，大厨们会立即用锅铲把肉片拨到离旺火更远的锅边，开始放一种令回锅肉之所以成为回锅肉的佐料——郫县豆瓣。这正是一份上好的回锅肉的又一个公开的秘密。不仅仅是回锅肉，在今天，郫县豆瓣已经成为了现代川菜的灵魂。后边有一句话在郫县豆瓣是川菜的灵魂。实际上我们现在做了多了哈，但是郫县豆瓣还是很重要。因为郫县豆瓣呢，你把它剁细了过后，锅头放点油，在摄氏120度的时候，你把豆瓣放下去，小火那个炒，炒到后头那个豆瓣又香又色红，而且那个酱香味噻，酱香味的噻都是一种发了酵的氨基酸。郫县豆瓣的发明者是一个叫陈守信的客家人。清咸丰3年，陈守信在郫县城南开了一家名为益丰和的豆瓣作坊。他率先在制作豆瓣时加入新鲜辣椒，极大地丰富了传统豆瓣的口味，被称为现代郫县豆瓣的鼻祖。之后，陈守信的孙子陈文奎的少丰和酱园开业，扩大了郫县豆瓣的产量和影响。郫县豆瓣逐渐名声大噪，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调料。现在，郫县豆瓣已成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科技的进步，豆瓣制作技术也在不断改进，机械化生产的优势也愈加突出。但陈守信后裔郫县豆瓣第6代传人陈树成却始终坚持，他的郫县豆瓣只能采用其祖辈传承下来的古法制作技艺。最关键的一点，翻晒路，人离不了的。这个意思也是12个字：晴天晒，雨时盖，白天翻，夜晚露。这12字真言，这是我们祖辈传下的，我们一直遵循这个。你看我们这个晚上一般都不看，都有留有人值班，看天不好了，马上起来看。使用古法发酵的郫县豆瓣，采天地灵气、日月精华，让天然谷物的形态变化、味道转换，加入大自然最生动的气息，这种独特的香气是不可复制的。川菜中的每一个经典菜品，几乎都会被民间演绎出近乎极致的范本，回锅肉也不例外。
成都以北40多公里的广汉连山镇，是老饕们魂牵梦萦的连山回锅肉的发源地。连山回锅肉最初被称为大刀回锅肉，可想而知，其外形特点就是一个大字，形如大刀。1986年，时在广汉市连山镇供销社餐馆工作的戴木尔，在当年的广汉物资交流会上推出连山回锅肉时，因其夺目的外形带来的视觉冲击力，色香味面面俱到的特点，很快风靡一时，远近闻名。当时那会儿我们爸就在那儿炒，我们爸是1963年嘛，当时我爸只23岁，然后就在那儿广汉不是交流会炒回锅肉，然后炒得好，然后过的时候就越来越出名。原最先饮食单位是在我们连山供销社，我们那会儿就在那儿的嘛，一直在那儿上班嘛，我们爸是那儿的经理嘛，然后就回锅肉慢慢发明。随着回锅肉的出名，戴木尔创办了自家的餐馆，使连山回锅肉成为一个远近皆知的著名菜品。连山回锅肉的主料选用肉质细嫩、半肥半瘦、皮薄香糯的当地土猪，配料除了香蒜苗、青椒、郫县豆瓣等等之外，还加入了香脆爽口的炸锅盔。这也来源于戴木尔的家传。我们爷爷就是打锅盔的，然后都喊我们爷爷喊戴锅盔，戴锅盔。不是去钓鱼，就拿了一个饼子，拿个这么大的锅盔去，然后他想的是那么小一片回锅肉，根本就赶不到口那会儿，所以说那会儿他就说的，然后把回锅肉给锅盔里面加片回锅肉，那儿去钓鱼。能够大口吃肉的梦想，加上家传技艺和对生活的期待，戴木尔创办出了大刀回锅肉。现在戴木尔餐馆掌勺的是戴木尔的女儿戴冬梅，她从6岁开始跟着父亲学炒回锅肉。我爸当时教我的时候都是绝对封闭性的，外人都是看不到的，门都是全部拍了的。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有一道著名的凉拌白肉，被称为李庄白肉。凉拌白肉是回锅肉的半生品，将猪肉煮熟晾凉，切片后拌以佐料，就是凉拌白肉。李庄白肉学名为李庄刀口蒜泥白肉，是李庄的传统美食。抗战时期，大批文人学者汇集李庄，李庄白肉经他们的宣传得以扬名。因其肉片薄而长，且用一只筷子裹食，最初被文人们戏称为裹脚肉。要让好吃嘴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前来吃这样一份蒜泥白肉，除了人们所熟知的选料、火候、佐料的讲究之外，李庄白肉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刀工。在李庄街头，常常能见到售卖白肉的小店。大多数时候，人们切肉是横着切，而李庄白肉却是竖着切，这样的刀法称为片。这使得李庄白肉长可盈尺，视觉上的感受往往会率先打开味觉之门。无论回锅肉演变出怎样丰富的形态和技艺，在巴蜀大地，最让人魂牵梦萦的，绝不是各类饭馆酒店中美轮美奂的回锅肉，而是每一个家庭团圆时和日常生活中妈妈亲手做的回锅肉。
王阳是一名90后，大学毕业后考上了村官，被安排到重庆市南川区汇丰村做村主任助理，帮助村民脱贫致富是他这个阶段的重要工作。老盐菜是南川的传统特产，在汇丰村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制作老盐菜。南川老盐菜讲究9腌9晒，就是既要将菜头多次放进缸里腌制，又要多次挂上竹竿晾晒，再放到缸里密封发酵保存。3个月后，老盐菜就可以食用了。当地人认为老盐菜越脆越香。周末，王阳专门带上一些老盐菜，回到了城里的家中。王阳的妈妈要为女儿做一道老盐菜回锅肉，这是回锅肉系列中的经典之一。自己的劳动成果加上妈妈的记忆和满满的情感，这一道老盐菜回锅肉无疑是王阳心目中最美的美味。来，快来吃饭。来，你上我老盐城嘛？谢谢。好，谢谢。今天你炒菜也辛苦了。谢谢。北京各种美食的汇聚之地，重庆人二毛在这里生活工作已经有20年了。二毛是著名的诗人作家，他写过一本书叫《妈妈的柴火灶》。作为知名的美食作家，二毛做过大型纪录片的美食顾问，同时他也是一个烹饪高手，身兼北京一家川菜馆的主厨，被称为诗人大厨，拥有众多的粉丝。但是二毛心中最为想念的是他妈妈亲手做的回锅肉。因为我母亲呢，她应该是一个民间的厨艺高手，做回锅肉呢，她有特别的一个方法。今天我做的回锅肉，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方法。我那个回锅肉，你看我就放了3种酒，没得任何一个什么一个厨师他就放3种酒，而且我要在不同的时间去放。除了说我说那个烹饪的手段，就是在炒加毒这个方面，也要呈现它最好的一个吃口。它就一定要有一碗白米饭配上，它就是一定在口腔里面，就是回锅肉和白米饭，它要混在里面聚焦，和充满口腔的这个味道，好，它才使那个回锅肉呢，达到它最高的那个口感。这种回锅肉是二毛复原的妈妈的做法，是他永远的惦念。一个人无论离家有多远，有多久，他的心却始终跟随着他的脚步，童年的味觉也始终伴随着他。就像这道妈妈的回锅肉，简朴无华，却有着魂牵梦。